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日元大幅反弹，推动美元跌至近2个月最低点。日元走强引发全球汇市震荡，美元对其他货币汇率普遍下跌。让我们关注房屋市场因库存积压而为买家提供更多选择。近期近1/4的待售房屋降价，为2018年以来6月份的最高降价率。高昂的成本和不断增长的库存导致竞争减缓。下面这条，达登餐厅集团收购 Chuy's Tex-Mex 连锁店，扩大其餐饮选择。收购价格为每股37.50美元，总价约6.05亿美元。Chuy's 拥有101家餐厅和7400名员工，以其手工艺玉米饼和酱料而闻名。下面这条，周四，日元攀升至6周高位，引发官方干预的猜测，美元遭受广泛抛售。因市场预期美国将在几个月内降息。让我们关注达美乐披萨股价大幅下挫，因为该公司决定关闭日本和法国的低盈利门店，分析师下调了收益预期。零售食品连锁店预计门店增长将停滞甚至略有下滑。下面这条，比亚迪计划在10月份向越南市场推出3款新车型，并计划在2026年将经销店数量扩展到100家。下面这条，日元近期大幅反弹，在日本政府疑似干预后，涨幅约为 4%， 突破156日元兑1美元水平。分析人士认为，导致反弹的原因包括美联储可能降息、日本利率上升预期，以及特朗普和日本政要对汇率的批评。尽管日元反弹，但交易者仍面临美国选举和利率差异的风险。接下来，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，一些发言者批评了拜登的经济政策，然而部分批评言论失实。下面这条，渣打银行为拓展亚洲私人银行业务，已聘请12多位新银行家，包括新加坡私人银行团队的董事总经理兼私人市场集团负责人 Nicholas Chen。 下面这条，美媒报道称，美国考虑加码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技术，引发亚太地区芯片股大跌。台积电、三星电子、SK 海力士等巨头受创严重。美政府对半导体制造业的保护引发投资者担忧。让我们关注 LL Bean 的帆布包风靡80年，因其简单实用。如今社交媒体推动的定制化潮流让其时尚感倍增，成为轻奢经济的代表，吸引了众多明星的青睐。下一条，沃尔沃2季度营业利润好于预期，为203亿瑞典克朗。尽管销量下降和研发投资增加导致利润率受到挤压，但去年提价的结转收益抵消了影响。公司上调了对欧洲重型卡车市场和北美重型卡车市场的预测，但下调了对中国中重型卡车市场的预测。接下来这条，广告巨头 Publicis 上调有机增长预期，第2季度表现强劲。Epsilon 和 Media 分公司增长2位数。尽管广告业普遍放缓，但Publicis 预计有机收入将增长 5% 至 6%， 并预计 IT 咨询部门 Sapient 将反弹。让我们关注受需求疲软和库存过剩影响，英美资源集团计划进一步削减钻石产量。公司目标在现阶段维稳 De Beers 部门，但正考虑进一步减产。钻石市场持续表现不佳，加剧了英美资源集团出售或剥离 De Beers 业务的困难。最后一条，纳米比亚沃尔维斯湾港口正为石油勘探设备提供了支持，因为 Total Energies 等公司在该国西南部的海上发现了大量石油，这可能会大幅提振纳米比亚经济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